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玛奇朵。我们先来看玛奇朵的机制。玛奇朵的一技能可以攻击9格内的一名敌方目标，对其造成160%攻击力的冷凝伤害，并附带30%暴击伤害提升。玛奇朵每使用一技能造成1次伤害，都会获得1层必胜信念。必胜信念可提高10%攻击力，最多叠加3层。但若玛奇朵使用了一技能以外的指令时，增伤就会全部被消除。一技能需要消耗2导染，所以玛奇朵的攻击模式就是要尽可能的在拥有高导染的情况下，连续使用一技能来输出。2技能可以对9格以内的敌人造成130%攻击力的物理伤害，每次使用后可获得4点导染和2层常规策略。常规策略可使玛奇朵受到的范围伤害降低25%，每受到1次范围伤害就消耗1层，最多可叠加3层。2技能就是玛奇朵用来回导染的技能，使用后就会有4导染，可以连续释放一技能2回合。至于范围伤害降低的功能，只要把它当成是个附属功能就好，一般不会为了降低范围伤害而去使用2技能。制胜技以下简称大招，是一个攻防一体的技能，它会让玛奇朵获得寒霜屏障和警戒2回合。寒霜屏障是一种护盾，可吸收初始攻击力65%的伤害，被击破后还可以对击破者施加1回合僵冷。僵冷会使目标无法移动，也无法主动位移。寒霜屏障除了可以用来保护玛奇朵和对敌方施加减益外，也是维持警戒触发的必要条件。索米也有施加寒霜屏障的能力，不过寒霜屏障不能被叠加，只能被回合数更长或吸收量更高的覆盖。索米的寒霜屏障吸收量就比玛奇朵的高，可以直接进行覆盖来提升坦度，又或者等玛奇朵的寒霜屏障减少后再进行覆盖。但也要留意，寒霜屏障的实际吸收量还是和人形养成有关的。如果借用了大佬的玛奇朵，那就先开索米的大招，然后才开玛奇朵的，以避免寒霜屏障会被回合数更长，但吸收量却更低的寒霜屏障覆盖。警戒是玛奇朵的另一种反击式被动输出，当寒霜屏障存在时，只要有敌方在玛奇朵周围9格内主动攻击，玛奇朵就会先行出手伏击，对敌方造成90%攻击力的冷凝伤害和2点稳态伤害，同时对敌方施加凝固1回合，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，效果不可驱散。凝固会使行动力降低1格，若目标在行动结束时有2层凝固，就会转化成僵冷。玛奇朵的攻击模式就是利用它超长的射程，躲在队友身后，维持好寒霜屏障，再利用伏击来反攻。伏击和斜击一样，都是少前最好用的技能之一，它是在敌方攻击前出手，有时在我方受伤前就可以先把敌人击毙。有玛奇朵在范围内有残血的1-2个敌方也可以不必理会，等下回合再利用伏击收掉就好。玛奇朵也可以和有反击技能的人形来配合清理靠近的小怪，这种玩法在打身边会一直出小怪的首领时特别好用。不过要留意的是，玛奇朵每回合只能伏击2次，若有超过此数量的小怪就无法触发伏击了。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透过升追来解决的，6追的玛奇朵最多1回合可伏击4次。玛奇朵的被动会以降低10%暴击伤害为代价，去提升40%的暴击率。有了这项被动，玛奇朵的暴击就会更有保障。被动也给了玛奇朵在每回合开始，只要生命值大于80%，就可以获得洞察和稳步行动的能力。洞察会使大招的射程增加1格，这么一来，警戒就可以覆盖到自身10格以内的范围。稳步行动则会使玛奇朵的行动力增加1格，并且可以免疫位移效果，这对腿短的玛奇朵来说也很重要。另外，被动还给了与玛奇朵2个对拥有冷凝类减益目标的增伤。玛奇朵攻击拥有凝固的敌方可无视4点稳态，并使伤害提高20%。攻击拥有僵冷的敌方可无视6点稳态，并使伤害提高30%。
如果敌方身上两种减役都有，那就只触发最高的。这里再给大家复习一遍，凝固是透过伏击来添加的，僵冷则可透过累积2层凝固或寒霜屏障被击破后为击破者添加。如果只依靠马奇朵来触发减役，效率会非常差。但有了索米后，整个情况就会有所不同。索米的大招可以产生霜冻地格，只要敌方停留在格子内，就会被施加凝固。同样是索米的大招，可为我方全体人形添加寒霜屏障，这么一来盾破来施加的僵冷效率也会大幅提升。另外，索米专武还可以使我方造成的冷凝伤害提升，令马奇朵的输出更高。所以索米就是马奇朵最好的朋友，官方连着将这2个人形一起出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接着我们来看马奇朵的锥体。提升最大的是一锥，它会使一技能的攻击系数从原来的攻击一次160%伤害，变成攻击2次造成总数200%伤害。原来的暴击伤害提高也会被拿掉，改成若第1次攻击暴击了，第2次攻击的暴击率就会提升100%，暴击伤害也会提高至80%。一技能的攻击次数变成2次后，不仅破稳态的能力稍微提升了，也让原本要使用3次一技能才能叠满3层的必胜信念，变成只要使用2次就可以叠满3层。二锥提升的是大招添加寒霜屏障的吸收量，让警戒的触发可以变得更有保障。但最重要的还是让每回合伏击可触发的次数增加到了3次，这样就可以增加清小兵和打首领的效率了。不过因为伏击的次数能不能打满，还要看环境，所以二锥的输出效益并不如一锥稳定。三锥提升的是对拥有凝固和僵冷目标的无视稳态，这个提升的局限性就更大了，需要有减役才能生效。四锥只是降低了受到的范围伤害，变成层数越高，范围减伤越多。五锥只是让凝固获得了和僵冷一样的无视稳态和伤害提升。续一锥后，最大的提升就是六锥。它会使马奇朵在放完大招后，每次行动结束时获得2点导染，可生效2次。这样就能省去放2技能回导染的次数，变相的增加了1技能的攻击频率。另外，每回合的伏击次数也会增加到4次。不过4次其实就有点溢出了，并不一定每回合都能用完。首领一般都是2动或3动，能4动的首领还是比较少的。最后一个技能是伏击暴击后，还会再给一个 7.5% 的增伤，持续1回合，最多叠加4层，刚好对应了1回合4次的伏击。这代表6锥后，同一回合内每一次触发伏击都会越来越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奇朵的专武，可以使冷凝伤害提高 10%。回合外每造成4次伤害，下一次主动攻击造成的伤害就会提升 10%。回合外伤害指的就是伏击，只有6锥的马奇朵可以完美的在1回合触发4次伏击后，马上触发专武的下一次主动攻击增伤。6锥以下的，最快也要2回合才能触发1次专武增伤。这是一把只有6锥才能完美发挥的武器。其次是2锥，可以4回合触发2次增伤。武器特质会使攻击无视目标 10% 防御，若目标带有冷凝减役，则在无视 10% 防御。如果不想花资源抽马奇朵专武，那么最好的代替品是莫辛纳甘的专武斯摩西克，在普池里就可以抽到，商店里也可以换出来。斯摩西克会使造成的异味伤害提升 10%， 可以达到和马奇朵专武同样的效果，只是后面的这个电导伤害增伤，马奇朵就触发不了。莫辛纳甘专武给的属性和马奇朵专武一样，特质给的则是可以无视1点稳态指数，只要有洞察就可以再无视1点稳态。这个能力其实也和马奇朵专武的无视防御异曲同工，马奇朵只要生命大于 80% 就会有洞察，所以斯摩西克就是马奇朵专武最好的平替。马奇朵的紫色武器是瓦尔特2000，如果没有，也是暂时用莫辛纳甘的紫色武器来代替就好。
配件组合，马奇朵的主要输出都是冷凝伤害，前期可以易位打击，后期才考虑冰点增幅，台服的配件掉落率实在太糟糕了。马奇朵的固件必带的是加冰加奶沫的开局3导染和附加情报的一技能击杀时获得1点导染。最后一个打小兵的关卡可以带绝对专注，但要留意最大生命不能受损，否则效果就会失效。休整时机，只要在冷凝地格上释放普攻1技能或2技能，就可以驱散自身身上所有冷凝类减役，并获得3格移动力追加。主要是用来赶路用的，遇到比较大的地图需要赶路，就可以考虑使用。其中索米就可以为马奇朵提供冷凝地格。最后一个可替换的是打首领用的加热加焦糖，它将原本需要靠凝固和僵冷启动的增伤，改成了只要释放冷凝伤害和产生克制就可以触发。在无法稳定添加凝固僵冷的场合，或首领免疫冷凝减役时，都可以拿出来使用。但使用此固件时也要留意，若你的武器用了异象打击，就必须确保队伍里还有其他能添加异位减役的人形，不然异位打击就无法生效了。马奇朵最大的缺点就是大招冷却3回合，但警戒的效果却只有2回合，这会导致它有1回合是无法触发伏击，无法添加凝固和僵冷减役的。添加减役的问题可以透过索米的地格效果来解决，但1回合无法伏击就真的无解了，是个硬伤。另一个缺点就是，它在释放大招的那回合是无法攻击的，会平白的浪费掉1个回合。这个缺点在日后开启了月剑就能获得解决。马奇朵的月剑会使伏击的暴击伤害提高 30%， 并且在使用大招后还可以再发动攻击。有了月剑后，马奇朵的攻击流程就会顺畅许多。月剑还会使本次攻击返还所消耗的导染，这样马奇朵就可以更轻松的3连发了。若追加攻击的目标是首领，还会施加糖分过量2回合，使首领受到马奇朵的伤害提升 15%。这些加强都很好，但月剑是陆服是1周年才开放的东西，台服短期内应该不会有。接下来说说马奇朵的技能释放顺序，有6追就可以先放大招开警戒，接着就是连续使用3次1技能，这时刚好大招的冷却时间结束，再开大招，接着再使用2技能回导染，然后又可以1技能输出2次了，以此循环。当然在实战中还得看需求决定开不开大招，回不回导染。没6追的，可以考虑放完后大招后先回导染，然后才用1技能输出。最后来说抽取建议，马奇朵是目前单体输出的强力人形之一，也是第1位拥有伏击的人形，输出能力高于托洛洛，仅次于琼九。单体输出是打首领最好用的类型，最多会需要3队，所以不怕没有机会出场。马奇朵的最佳搭档就是前面一直提到的索米了。其次还可以和琼九搭档，反击和伏击都可以触发琼九的支援攻击。满追的马奇朵一人就可以满足琼九1回合支援4次的需求，当然也得看周围有没有敌人来攻击。如果再加上一个可反击的队员，比如塞布丽娜，就可以形成马奇朵伏击、琼九支援攻击，然后塞布丽娜反击的联动。最后再看关卡需求来色入群攻或单体输出人形就好。少前目前的配对并没有绑得太死，只组一支队伍，其实你想怎么组都行。但如果要分队，那就最好是根据自己的体系来组队。但很不幸的，马奇朵所属的冷凝队，简称冰队，是目前游戏里最弱的一个体系。原因是缺乏强力队友配合，可靠的冰队成员就只有索米1个人。不过现在若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增强，陆服的水队和雷队都是在最近几个版本才开始完整的，也许下一个就轮到冰队加强了也说不定。对马奇朵有爱，已经有索米，又有能力将马奇朵抽到1追的玩家，可以抽取。抽取的优先顺序为1追、2追、专武和6追。但如果是资源匮乏的玩家，就建议继续存。在少前2中，没有什么人形的优先度会比可露凯更高了。
如果没有意外，可露凯应该会在2月就上线了。所以在有资源拿下可露凯之前，还是继续存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